沙丁鱼罐头小小一罐，却在许多长辈之间引发了一场到底是养生还是致命的辩论。有人说它是长寿的秘密武器，营养丰富，也有人担心沙丁鱼罐头盐分太高，而且含有很多嘌呤，吃了反而伤身。那么老年人吃罐头沙丁鱼究竟是在养生，还是在埋下健康隐患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索，用科学揭示真相。说起沙丁鱼的争议，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例子。邻居李伯伯今年72岁，身体硬朗，天天早上喜欢开一罐沙丁鱼配稀饭。他常笑呵呵地对晚辈说，我这么健康，全靠每天一罐沙丁鱼。可是李伯伯的女儿却很担心，劝他别天天吃罐头，怕对身体不好。父女俩为此没少拌嘴，一方坚信沙丁鱼养生，一方担心罐头有害。像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家庭都上演着，到底谁的观点有理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对许多老一辈来说，沙丁鱼罐头是从年轻吃到老的熟悉滋味，它价格实惠，保存方便，打开罐头就能够直接享用，风味咸香浓郁，曾经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。早年物资匮乏的时代，一罐沙丁鱼就能让全家多添一道下饭菜。即使在生活条件改善的今天，仍有不少长者喜欢时不时吃上一罐，甚至把每天吃沙丁鱼罐头当成一种养生习惯。然而，随着医学知识普及，健康意识提高，一些人开始对这种习惯感到担忧。罐头食品毕竟属于加工食品，含盐量较高。还有人认为长期吃罐头可能会摄取防腐剂或重金属。有的子女劝父母少碰沙丁鱼罐头，担心对身体不好。面对这些疑问与顾虑，我们有必要好好分析清楚这其中的科学道理。沙丁鱼罐头里到底藏着哪些营养？对老年人究竟是福还是祸？首先，沙丁鱼富含优质蛋白质，每一小罐沙丁鱼大约150克，含有约20克左右的蛋白质，相当于吃下一块小牛排的蛋白质量。对老年人而言，蛋白质是不可缺少的营养素，能帮助维持肌肉和体力，预防随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肌肉流失。许多银发族因食欲下降、牙口不佳，日常饮食中蛋白质摄取不足，但一罐沙丁鱼却能轻松补充大量蛋白质，对维持体能很有帮助。接下来不得不提沙丁鱼对骨骼的好处。沙丁鱼罐头之所以特别有利于骨头健康，是因为它不仅鱼肉有营养，连鱼骨都可以一起吃下肚。罐头中的沙丁鱼已经炖煮至软嫩，整条鱼包括骨头都可安全食用。沙丁鱼的鱼骨含有丰富的钙质，一小罐沙丁鱼就提供了约每日所需钙质的1/4。对于担心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而言，这是补钙的天然好来源。更妙的是，沙丁鱼本身还含有维他命 D， 每罐大约提供每日所需的2成左右维他命 D。维他命 D 能帮助身体更好地吸收钙质，就像给补钙装上了吸收的引擎。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因为日晒不足或吸收变差，体内维他命 D 常常不够，即使补充了钙质也难以充分吸收。有了沙丁鱼一次提供钙质加维他命 D， 相当于同时补充骨骼所需的2大要素，帮助长辈们维持骨骼强健，减少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。事实上，科研调查也支持这一点。西班牙一项研究发现，经常食用沙丁鱼等小鱼的更年期女性，骨密度明显高于很少吃鱼者，髋部骨折的风险更低。这正体现了沙丁鱼补钙健骨的威力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适量吃些沙丁鱼有助于让骨头更硬朗。沙丁鱼还蕴藏着一样堪称杀手锏级别的营养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鱼油成分 EPA 和 DHA。 别看沙丁鱼体型小，身上的好油可不少。一罐沙丁鱼含有约1000毫克的 Omega-3 脂肪酸，相当于服用1粒高剂量鱼油胶囊。Omega-3 对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，它可以降低血液中的3酸甘油酯，提升体内的好胆固醇、高密度脂蛋白水平，还具有抗发炎作用，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。难怪 Omega-3 常被形象地称作血管清道夫，意思是它能清理血管中的垃圾，保护心脏。最近有一项涉及全球50多个国家的大型研究发现，每周吃2次富含 Omega-3 的油性鱼类，
总量至少约175克以上，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率和死亡率。对于本身就有心脏病风险的中老年人而言，经常吃沙丁鱼这类油性鱼就像给心脏加了一层保护，长期下来能降低心肌梗塞和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。除了保护心脏， Omega-3 对大脑也有帮助。 DHA 是大脑神经细胞膜的重要成分，充足的 Omega-3 有助维持认知功能，减缓记忆力衰退。有研究指出，中老年人摄取足量鱼油与较低的失智症发生率相关。换句话说，常吃沙丁鱼这样富含 Omega-3 的食物，可能让您的脑筋更灵活，记忆更清晰。对许多担心失智的长者来说，这是不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？说到维他命，不得不提沙丁鱼还是维他命 B12 的宝库。维他命 B12 对神经和大脑功能至关重要，也参与红血球的制造。很多老年人因胃肠吸收变差，容易缺乏 B12， 导致贫血或记忆力下降。幸运的是，沙丁鱼罐头中的 B12 含量极高，一罐往往就提供超过1天所需。可以说，吃一罐沙丁鱼等于吃下了一颗高浓度维他命 B 群补充剂，对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和预防贫血大有益处。此外，沙丁鱼还提供多种老年人常缺乏的矿物质，比如说，沙丁鱼富含硒元素，这种矿物质是强力的抗氧化剂，有助减少细胞老化损伤，对免疫力和甲状腺功能都很重要。又比如，它含有镁含钾，这两种矿物质有助调节血压，维持心率稳定。对于许多有高血压或心脏问题的老年人而言，从食物中补充镁含钾非常关键。沙丁鱼虽小，却像一颗浓缩的天然综合维他命丸，包含了钙、铁、锌、磷等各种营养素。这些微量元素在维持骨骼、造血、免疫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。难怪营养学家常说，沙丁鱼是营养密度极高的食物，堪称海洋中的小超级食物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新鲜的沙丁鱼是不是比罐头更营养？罐头鱼经过高温烹调和密封，营养会不会流失？其实两者差异并不大。新鲜沙丁鱼当然美味，但沙丁鱼罐头在制作时保留了大部分的营养。研究显示，罐头过程中蛋白质和 Omega-3 脂肪酸等主要成分都被很好的保存下来，只是部分对热敏感的维他命可能略有损失。另外，由于罐头沙丁鱼的骨头变软可食，用罐头反而能摄取到更多钙质。对于买不到新鲜沙丁鱼或不方便自己料理的人而言，沙丁鱼罐头提供了便利又营养的替代选择。至于该选择哪种沙丁鱼罐头，也有一些小诀窍。市面上的沙丁鱼罐头主要有水浸、油浸和茄汁几种。对注重健康的长辈来说，水浸或橄榄油浸的沙丁鱼是不错的选择。水浸沙丁鱼的热量和钠含量较低，而橄榄油浸沙丁鱼则多了橄榄油本身富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，有益心脏健康。茄汁沙丁鱼则多了番茄带来的茄红素营养，但通常糖和盐含量也比较高，需要适量享用。建议购买时查看营养标示，挑选钠含量较低、使用橄榄油等健康油脂的产品。在吃法上，长辈们也可以动点巧思，让沙丁鱼罐头更美味、更营养均衡。比如将沙丁鱼拌入蔬菜沙拉，加点橄榄油和醋，就是一道丰富的开胃菜。或是夹在全麦面包或苏打饼干上当早餐或点心，可以同时摄取到谷物纤维。再比如把沙丁鱼加入白粥或面条作为配料，能增添鲜味和蛋白质。如果觉得沙丁鱼罐头的味道偏辛，不妨挤些柠檬汁来中和，或加入姜丝、葱花提味。通过这些简单搭配，既能让沙丁鱼更好入口，又能同时摄取多元食材的营养，让长辈们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沙丁鱼真是完美的健康食物，但凡事都有两面，沙丁鱼罐头也并非没有任何隐忧。对某些人来说，经常吃沙丁鱼的确可能带来一些潜在问题。我们不妨再从科学角度看看沙丁鱼的弱项，免得一不小心养生不成反伤身。就拿我认识的张叔叔来说吧，他平时特别爱拿沙丁鱼罐头下酒，认为又方便又美味。前阵子他连着几天每天吃一大罐沙丁鱼，还喝了不少啤酒，
结果有一天早晨，他的大脚趾关节红肿热痛，疼得走不了路。去医院一查，果然是痛风急性发作。医生责怪他嘌呤摄取太多，告诫他必须节制饮食。像张叔叔这样的案例提醒我们，沙丁鱼虽好，痛风患者却得特别小心。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沙丁鱼的高嘌呤含量。嘌呤是一种在人体内会代谢成尿酸的物质，而沙丁鱼就属于高嘌呤食物。每100公克沙丁鱼含有约210毫克嘌呤，属于嘌呤含量相当高的等级。许多痛风患者都知道，医生通常会叮嘱少吃沙丁鱼、内脏等高嘌呤食物，因为对痛风体质的人而言，尿酸累积过多就容易在关节中形成结晶，引发剧烈疼痛。年纪大的人新陈代谢变慢，更容易出现尿酸偏高的问题。如果您或家人有痛风病史，那么沙丁鱼罐头就不宜大量或经常食用了，免得诱发痛风复发。即使没有痛风史，也建议一次不要吃过量。营养再好的食物吃过头，一样可能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再者，不可忽视的是罐头沙丁鱼的钠含量。我还记得隔壁的王伯伯年轻时口味很重，吃惯了咸鱼咸菜，退休后他迷上了沙丁鱼罐头，每天晚上当宵夜。没想到一段时间下来，他发现自己的血压怎么老是降不下来。医生仔细询问了他的饮食习惯后，点出了问题所在，盐摄取太多。王伯伯后来减少了沙丁鱼罐头的食用频率，每次也改为只吃半罐，并少吃其他咸食。几周之后再量血压，他的收缩压终于从原先的150多降到了接近130，这下他才心服口服，明白就算沙丁鱼营养丰富，也不能无限制的吃咸。这个例子说明，盐分过多对老年人的危害不可小觑。沙丁鱼罐头为了保存和调味，通常会加盐腌制，一小罐可能含有300到500毫克的钠，相当于一天建议钠摄取量的10几%。对于许多有高血压或心血管问题的老年人来说，盐的摄取需要严格控制，摄取过多盐分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增加中风和心脏负担。老年人的肾脏功能也比年轻时差，高盐饮食还容易造成水肿。因此，如果长辈们爱吃沙丁鱼罐头，务必要注意控制分量，避免同时吃太多其他高盐食物。还可以选择相对低钠的品项，比如水浸沙丁鱼，也就是清水罐头，或标示减盐配方的沙丁鱼罐头，甚至可以在食用前用开水冲洗一下，减少多余盐分。透过这些小技巧，长辈们既能享受沙丁鱼的美味，又不会摄取过量的盐。那么沙丁鱼的脂肪和胆固醇呢？其实沙丁鱼虽然富含油脂，但主要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，它的饱和脂肪含量并不高，每罐大约只有1到2克的饱和脂肪，比起肥肉或奶油少得多。因此适量食用沙丁鱼并不会让血脂恶化。至于胆固醇，沙丁鱼罐头每份含有约100多毫克胆固醇，听起来不少，但现代研究发现，食物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的血液胆固醇影响不大，真正影响血胆固醇水平的是饮食中的饱和与反式脂肪。而沙丁鱼富含的 Omega-3 不但不会提高坏胆固醇，还有助降低三酸甘油酯，提升好胆固醇。所以一般健康的长者不必过度担心沙丁鱼的胆固醇。我还认识刘奶奶，以前她不敢吃沙丁鱼，总觉得胆固醇太高。然而在营养师的建议下，她开始每周吃2次沙丁鱼罐头。3个月后复查血脂，结果显示她的坏胆固醇并没有升高，甘油三酯还下降了一点点，而好的胆固醇则略有提升。这下刘奶奶放心了，笑着说，早知道就不怕吃沙丁鱼了。对于没有严重高胆固醇问题的老人而言，沙丁鱼适量食用其实完全没有坏处。当然，凡事适量最重要。如果医生特别交代严控胆固醇，例如某些严重心血管病患，那么还是要遵照专业意见执行。另外，有人可能担心鱼类的重金属问题。的确，大型鱼类如旗鱼、鲨鱼、尾鱼体内容易累积较多汞，也就是俗称的水银，吃多了对神经系统有害。不过，沙丁鱼属于体型小、繁殖快的鱼种，以浮游生物为食，在食物链中属于低阶，
因此体内重金属含量非常低。检测发现，沙丁鱼的汞含量远低于许多大型鱼类，是可以经常食用的低汞安全鱼种，所以一般老年人不需要担心吃沙丁鱼会有重金属中毒的风险。相较之下，如果担心汞污染问题，倒是应该少吃那些大型海鱼，而沙丁鱼正是一个安全又营养的替代选择。最后再谈谈罐头食品的添加剂疑虑。很多人一提到罐头就联想到防腐剂，其实正规制造的沙丁鱼罐头通常不需要额外添加防腐剂，因为食品经过高温杀菌后真空密封，可以长时间保存而不腐败。沙丁鱼罐头的成分表往往很简单，只有沙丁鱼、食盐和油或酱汁，并没有添加人工防腐剂。对老年人而言，只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，并在保质期内使用，罐头沙丁鱼的安全性就是有保障的。当然，购买时要注意检查罐头是否完好无损，储存时放在阴凉干燥处。如果发现罐身胀气、生锈或泄漏，就不要食用了。只要注意这些环节，沙丁鱼罐头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不健康。综合而言，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，沙丁鱼罐头的确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食物。它富含蛋白质、Omega-3、钙质、维他命等多种营养，有助维持心血管、大脑、骨骼等方面的健康，是长者饮食中很有价值的营养来源。而它的潜在坏处，例如嘌呤和钠含量偏高，只要注意控制食用量并避开个人禁忌，其实都是可以预防和管理的。关键在于适量与均衡，比如每周吃2-3次小罐沙丁鱼，搭配新鲜蔬菜和全谷杂粮，就能兼顾营养与美味。反之，如果天天大量食用，当然就可能引发前面提到的种种问题。我们既不需要闻、杀、色变、因噎废食，也不该将沙丁鱼神化成灵丹妙药。正确的做法是了解它的好处和局限，然后聪明地将它融入自己的均衡饮食中。所以，老年人吃罐头沙丁鱼到底是健康还是有害？答案其实相当明确。对大多数银发族来说，沙丁鱼罐头不仅无害，反而可以成为守护健康的好帮手。当然，前提是要科学的适量食用。小小一罐沙丁鱼藏着巨大的营养保障，只要善加利用，它完全可以成为长者餐桌上平凡而出色的健康伙伴。下次当您打开沙丁鱼罐头时，别忘了这背后蕴藏的科学奥秘，放心享受美味的同时，也为自己的黄金岁月增添一份健康保障。